今天要讲的是 Python 里面的读档跟写档。那我们会介绍一个函数，就是 open 这个函数跟 CSV 这个 module。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open 函数的使用的方式。通常我们使用 open 函数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开始表示我要对档案进行读写了，因为就是开档的动作。那这个开档的函数呢，最常用的两个参数其实就是 file 跟 mode。file 其实就是指定要读写的档案路径跟档名 ，mode 其实就是档案的开启模式。模式里面有分好几种模式，像是读就是 R。W 就是写入 ，A 就是附加模式，这些模式大家都会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先来看一个 open 的函数的例子，先看一下右上角有一个文件档叫做12345，这个12345就是一般的文字档。有了这个文字档之后，我们想要把这个档案打开，然后从程式语言里面去把它读出来的话，那我们必须先做一个开档的动作。那这个开档的动作的范例就是如投影片上面第一行这样子 ，open， 然后你的档名啊，第二个就是你读取的模式。那我这边是用 R。也就是用读取模式，我第一行里面的 printf 就是把这个档案格式给印出来，最后一个其实就是关档，所以基本上就是开档，然后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把它关档。这里面你想要做的可能是把内容读出来，或者把它印出来，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把档案给开出来。它把档案 assign 到这 F 其实就是所谓的档案物件，利用这个档案物件来做一些内容的存取。下面这边是一些利用open 产出来的档案物件可以使用的方法，像是 close 啊、read、readline、然后 write line、tail、seek 这些方法可以使用。那这些使用我们待会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read method 的用法。这个 method 如果你没有指定任何引数的话，它会读取全部的内容。像右上角这个档案，你就会把12345都把它读出来。那如果你有指定引数的状况之下的话，它会指定读取的字元或者是位元组数。那我们来看简单的例子，像这个我就把它开档出来，然后我用点 read 这个 method 把它内容给读出来。那我接下来把那个内容给印出来，那就像我下面这个范例这样12345就可以把它印出来，然后最后再做关档的动作。所以 read 其实就是把内容给读出来。那我这边没有给引数，所以呢，它会把全部的内容就12345把它读出来。好，那看右边的例子，我这边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我指定的引数就是1。我指定1之后呢，它只会读一个字元数，也就是1而已。所以我看我印出来就只有1。那下面呢，我指定的字元数是2 ，OK， 它就把1也印出来。然后你就发觉，它不是应该印2个字元吗？怎么会只有印出一个1呢？没错，它把那个换行字元也把它读进来了，所以它第二个印出来是换行字元，而不是2的原因在这里。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指令，就是 write 这个指令。write 这个 method 呢，其实就是要写入的意思。OK， 那我这边又举了另外一个文件，它叫做 my document 2。我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我除了开档之外呢，还做了读档的动作。这边读档呢，我是用 write， 在第二行里面我用 write 这个指令。开档跟关档之间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读出来，把它读出来的 content 里面的 type 把它印出来。所以基本上是先开档，然后指定量的模式，我这边呢用 read 这个 method 会产生一个字串的实例。写入的时候呢，用了 upper 这个字串里面的 method， 它其实就是把字母转成大写的动作。也就是说，我想要把字母都把它转成大写，然后再写到文件里面去。再把所有档案关掉之后，那我的档案就储存起来了。接下来呢，我想要把改写完的文件档再把它读出来呢，一样我要做开档的动作，也就是最下面那个动作。这边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档案开启的时候跟后续的操作模式不一样的话，那你就可能会发生错误的讯息。右下角这个范例，一开始开档的时候是跟电脑说我要做读取的模式，结果我用读取模式的时候是用 write 这个 method， 那它就会说你错误了。unsupported operation 其实就是说你这个动作我们不支援。刚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开档完之后要做关档的动作，那有时候你可能忘记关档了，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一些问题会产生。所以呢，通常我们在做开档跟读档的时候，会用 with 这个情境模式来取代开档跟读档的动作。使用方式就像上面这个范例一样 ，with open 然后 as 一个变数的名字。像我这边就是开了2个档，一个是开 my document 2，一个是开 my write 这个档案，然后分别它的代号分别是 RF 跟 WF。所以它效果是一样的 ，OK， 那只是它用 with 的方式来取代关档的动作，这样会比较方便，不用每次在开完档之后后面要再接一个关档的动作。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几个 method，OK， 就是 readline 跟 readline 跟 writeline。我们刚刚是一个字元读取，或者是全部都读取。那我们这边 readline 跟 writeline 其实就是想要一行一行读取，或是一次读好几行这样子。那或者是把它写入好几行。如果你在使用这个 readline 或者 writeline 的时候，判断它行的方式其实就是反斜线 n 或反斜线 r。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范例，这个 readline 怎么执行。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文件的范例，按照刚刚的步骤，我们做开档的动作。因为我是要读取，所以我就把它用 r 这个参数，开始就用 readline 这个 method 去把所有的 content 都把它读出来。你会发觉我这时候把它形态给印出来的，发现它是 list。这个 list 里面其实装了好几个字串，那这些字串其实就是它的每一行。这个 list 里面有5个元素。
那这5个元素里面都有换行的那个符号在里面，以后你就可以用 readline 一次把档案给读出来，而且它自动帮你分行分好。你可以一次全部把所有的行都读出来，那你也可以一行一行读。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就是你一行一行读的模式，也就是 readline 这个method。我们把档案打开之后呢，就用 readline 这个指令把一行一行读出来。readline 完之后，你发觉第一个就是 when you get order 这个字串印出来之后，它多一个空白行。那原因是你在做 readline 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它会从文件里面产生一个反斜线 n 这个换行符号，它顺便把它置换出来。所以呢，你在 read 完之后，把它 print 完之后，它会印出2个换行的符号，一个是文件自己产生的，一个是 print 自己产生的。为了防止这个空白行的情形发生呢，使用 split 这个指令的时候，会加一个指令叫 end， 用一个空的字串给它的话，它就是代表它结尾的时候不要做换行的动作。所以你看我下面在读其他列的时候或者行的时候呢，它就正常，它就不会多一个空白原因在这里。那刚刚都是用 readline 啊或者 readnice 这些来做读档的动作，那其实有更简洁的方式，就是把整个档案物件当做一个 iteratable 的物件来做处理，也就是说你可以迭代它，你就不需要用 readline 或 readnice 把每一行都印出来。那我这边就是用一个迭代的动作，用 for 来迭代这个 rf 这个档案物件，那效果就跟刚刚几乎一模一样，就是把每一行都迭代出来。所以基本上那个 open 窗位的档案物件都有实做 iterate 这个 method， 所以你就可以用迭代的方式来迭代它。讲完刚刚那个档案读取的方式，我们来开始讲档案的写入的方式。我们要介绍这个 method 叫做 write-nice， 也就是把一个字串写到档案去。你必须把你要写的那些字串收集成一个 list。然后呢，把它喂到这个 write-nice 这个函数里面，然后把它写成一个档案文件的形式。这边的例子其实就是我把 list 里面有4个元素这4个元素是 string， 就是 my name is Ian。那你会发觉一件事情，这边它没有空白，原因是因为你这边没有做空白的处理，所以它就直接把它串起来。所以 write-nice 的时候呢，它会把 list 里面的那些字串全部都直接加起来，然后把它写到档案里面去。这边是另外一个例子，连起来你觉得好像不太好看，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处理像我这边的例子跟刚刚几乎是一模一样，差别在于说我 list 里面的每一个字串最后里面都加一个反斜线 n 这个符号，也就是让它进行换行的动作。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步骤，就是档案的那个位置的寻找跟修改。这边我们介绍2个 method， 一个叫 tail， 一个叫 seek。第一个 tail 其实就是告诉你档案中的位移值，单位呢是位元组，开头的位移值是0。那 seek 呢，其实就是可以指定跳到哪个位移值，比如说你想要跳到第5个位移值或第6个位移值，也就是第6个位元组或者第几个位元组这样子的状况。那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那因为我单位是位元组，所以我这边会建议你在使用 tail 跟 seek 的时候，读取的模式最好是用2进位的模式，这样子会比较好做对应。第2行里面的 tail 就是你要告诉我说现在是在哪一个位移值上面。那我们一开始刚开档嘛，所以它位移值是0。第2个动作就 read 1，就是读一个位元组值，也就是读了一个 L 出来，我再继续读下一个位元组，它就变成 I 了。那这时候呢，我再去下一个 tail 这个指令的时候呢，它就会把2这个位移值给显露出来，然后这个这边的引号我就用0，也就是说我想要把我现在的位移值移到0这个位置，也就是从头开始的意思。那这时候我再去 read 它，你就发觉它又回到原始一样去读 L 的这个位元组。利用这2个，你就会搭配，你就可以跳到特定的位元组值，然后把它的元素印出来之后呢，然后再跳到某一个你想要印出来的位元组的位移值。我这边就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开档的时候呢，就用了加这个符号，它是一个更新模式，也就是说它档案是可以直接去做更新的动作，跟 W 不一样。W 是你开完档之后呢，档会被清除掉。加呢，就是它会直接做更新的动作。像我是先把它的位移值移到3，然后移到3之后呢，它正常应该是跳到字母1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我就 write 一个0进去，也就是我想把1改成0啊。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整个字串给印出来，就会像下面这样子一个例子。这边有一个动作，是一个3，这个题就是把它跳到位置3的那个位置，然后再把内容改成0。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flush， 它其实就是会把缓冲出去。因为有时候你开始写入的时候，它不会马上反应，它不会马上写入到档案里面，所以这时候必须用 flush 这个方法把缓冲内容出清，那才会正式的写到档案里面。我这边介绍的是 encoding 的参数 ，encoding 的参数其实蛮重要，因为有时候你读写的那个 encoding 的参数不一样的话，那你读出来就会有问题，它就不让你用。你怎么知道你的系统的预设的参数是什么呢？所以你一开始在 open 之前呢，你可能要先看一下你的系统使用的那个 encoding 的参数是什么，
那你可以下这个直接去把 encoding 的显现出来。像我这边是用 UTF-8，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几个例子。像我这边是一个中文档，里面的内容这是一个测试。那这是一个测试里面，它其实我当初是用 UTF-8来做编码的格式。我在读的时候呢 ，read one 它就是读出一个字元素，也就是这中文字。因为这边没有指定 encoding 的参数哦，所以它就用预设的。预设是什么？预设就要看你的系统是什么。我的系统预设是 UTF-8，所以这边它自然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这边用了 encoding bit5 编码的话，它就会告诉你发生问题。因为你当初的文件档是 UTF-8，所以呢，你这边就不能用其他的 encoding。如果你原本是 UTF-8 的格式，那你应该就用 encoding UTF-8 的格式。像右上角这个就是正常的使用方式。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CSV 的 module， 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案的格式，这个格式大部分都逗点隔开，那其实上也不用逗点隔开，可以用空白的或其他符号隔开。那这时候如果你用前面那个 readline 的方式，或者是一般的 read 的读取的话，你会发觉你要再处理这些隔开的符号会非常麻烦，所以我们这边对这些隔开符号做一些直接的处理。我们一样要先做读取的动作，就是用 CSV 点 read 这个 method 来进行 CSV 的读取。那它其实是一个 iteratable 的物件，所以你可以用迭代方式把它迭代出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范例，就比较知道怎么做。首先 import CSV 这个 module， 因为它是一个 module， 它不是内建的，所以你要先 import 它。好 ，import 完之后呢，我们一样要开档，所以它开档里面就是用 open 这个动作。开完档之后呢，用 rf 来当做这个档案的物件的名词。接下来再用 for in 这个方式来迭代。我这边 for in 迭代完之后，它会一个列一个列印出来。那每个列是一个 list 的形式，而且它逗点已经帮你处理好了，所以每个 list 里面有好几个元素，这元素取决于你是有几个栏位。右上角档案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它不是逗点隔开，它是空白隔开。如果你要按照刚刚的方式去读取它的话，例如我像左边这个范例，我就直接把它读成一个 CSV 的档案物件，再用迭代方式去迭代它，一样是每一列会列出来，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它里面的例子它不是3个元素，它只有1个元素，而且这个元素把所有的每一列都把它包起来了。也就是说呢，它没有把空白符号当作是分隔符号，它就直接把整串当作是一个字串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就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当初是要把它分开嘛，这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进行指定隔开符号的形式是什么，所以我这个程式稍微改变一下，变成是用那个空白隔开 ，reader 那边就会多加一个指令叫做 delimit， 这个等于一个空白的字串给它，也就是说读进来的时候呢，我要跟他讲说，我的空白是我的隔开符号。这样子做完之后呢，我们下面这个范例一样，它会把97分啊、95分、48分这些字串给隔开。那另外我们开始要讲写入的动作，资料来源组成是一个 list 的形式，那 list 里面每一个元素就是一个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一样我做了开档跟读档的动作，然后一样另外一个是开档跟写档的动作，也就是我想把档案读出来之后再写入，这边中间有一个 for 回圈，就是要去迭代里面的内容。那我这边只迭代到第3个就把它 break 出来，因为我想要只写入3行的动作。我这边写入的指令是用 CSV writer， 然后 rf 是我当初开档指定写入模式的那个 r， 然后它后面的 method 其实就是 write row 这个指令。那 write row 后面的参数就是你要写入的那个 list， 像我这边读取到前3行，它就是国音数，然后97、95、48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81分、93分、8分，这3个列把它收集成了一个 list， 然后就把它写到 CSV 的档案格式里面去。好，那我们刚刚是讲一次写了好多行，那我们这边也可以一次写1行，不同在于是用 write row 这个指令的，刚刚是 write rows， 那我这边一次喂进去就是一个 list， 所以你可以读完一个 list 就马上用 write row 写进去。用 for in 在迭代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用 write row 这个指令一次写一个 list， 那这个 list 可能就是比如说是国音数啊，或者是这边的97、95、48分这个 list。接下来要讲另外一种读取的方式，想用字典的方式来读取，也就是说你想要有一些属性或者是所谓栏位的性质，比如说你想要把国音数这个当做是你字典里面的 key 值，其他当做是 value， 你可以用 dictionary read 这个函数把它读取出来。第一列会把它预测是它的 key。右上角这个例子，第一行是国音数，我用 dictionary read 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国音数当做是我的 key 值。我接下来把它读出来，当做是一个迭代的那个物件之后，把每个迭代出来，你发觉它就有 key value 这种字典的形式出来。第一个读出来就是国文97分，那国文就是 key， 然后97分就是 value。那预设就是把第一列当做是 header 这个形式。你也可以用字典的读取方式，下一个 key 就是 row 国文，它就会把 key 相对的 value， 像这边97分、81分、92分，把它读取出来。有时候你可能你的文件里面没有 header 或者 field 的 name， 这时候你可以指定它 field name 是什么。像我这边跟刚刚做的动作非常的类似，差别在于说我这边的 field name 用了国音数这3个
因为原本档案里面没有。那透过这样的指定的方式呢，我就可以直接去 assign 它的领域的变数。讲完读取之后，我们开始要讲怎么写入一个字典。写入字典的方式就是用 dictionary write 这个指令，把字典的档案格式写成 CSV 的格式。那一样，这边是要把字典收集成一个 list。OK， 像我这边 grade 的这个范例期就是把3个字典收集成一个 list， 然后接下来我想把这3个字典写到 CSV 档案格式里面去。那下面就是开始做写档的动作。我这边用的指令就是 dictionary write 这个指令，参数里面有一个 field name， 就是我当初的字典里面的 key 是什么，我这边就必须把它写进去。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我就必须要把 write header 这个指令写进去，也就是字典里面的那个 key。把它当做 header 写进去，也就是把它当做 CSV 的第一列。那接下来呢，再把所有 grader 里面的 value 透过 write row 这个动作把它写进去。我们现在来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些股票的资料。这边是下载一家公司的股票资料，它里面有好多个栏位。首先我们在资料处理的时候，就会先看一下这个资料，所以我们会用 read 这个指令，也就是直接去迭代它，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尝试去读看它。读出来之后，你会发觉有东西是你不要的，可以直接用手动的方式在档案里面做处理。那你也可以用写程式的方式去把它做处理。我刚刚知道说前几列不要，然后就自己把它删除掉了。这个文件档里面有好几个栏位，那有些栏位我可能不要，我也把它滤除掉。read 读出来之后呢，我就把它取2到负，也就是第2个开始，然后到倒数第2个。取完之后呢，我就把这些资料正一个历史的形式。比如说你想要把收盘价转成浮点数的形态的时候，你就可以用 float 这个指令把它收盘价转成浮点数的形式，然后呢再把它印出来。转成浮点数可以用几种方式，一个是用 map 来处理。我这边写一个让它方讯，这让它们里面就是对每个元素做转成浮点数的动作，对象是 stock data 这个 list。你也可以用 for comprehension 做 for 回圈，这大概是开档跟读档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说，你怎么同一个档案开档多之后，你怎么做简单的处理，包含读、写跟一些转换这样子。透过这样档案的处理指令的介绍，希望大家轻易的把档案里面的内容读出来，然后再做一些进阶的处理。那进阶的处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些，比如说把它转成朗拍的形式，或是用 penta 的形式，或是甚至画图更进阶的处理。